最近央视报道，服役了4年的山东舰终于具备了实战能力，在不久的未来将会与辽宁舰一起共赴深海，开启解放军双航母战斗打击群自由航行的时代。来看详细情况。Hello， 各位老铁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本期迷财虎，我是虎妞。近日，央视专门对我国的航母进行了一期专访。在短短10年的时间里，我国航母从无到有，从1艘变成3艘，其中第1艘航母辽宁舰更是10年磨一舰，耗费了我国大量心思，才在12年服役。而从山东舰开始，我国航母发展就进入了快车道，海军的发展速度越来越快，航母的建造速度也越来越快。山东舰从17年下水到19年服役，仅花费2年时间。在去年，这艘航母更是通过了层层考验，如期完成既定作战能力目标，取得了战备训练的通行证。也就是说，这艘航母从服役开始算，经过了4年的时间，终于具备了实战能力。而山东舰的操舵班班长廖华栋更是一路见证了我国航母的成长。在2011年的时候，他就担任了辽宁舰上的操舵班班长，见证了歼15舰载机首次在辽宁舰上起降。如今他又担任山东舰的操舵班班长，并在这几年的时间里完成了航母的准备周期和训练周期。在不久的将来，山东舰将与辽宁舰组成双航母战斗打击群，共同走向深海。对于山东和辽宁这2艘航母，大家平时里听到的可能都是辽宁舰的消息。去年年底，辽宁舰更是首次抵达关岛海域进行军事演练，创造了多个历史记录，给了隔壁担任御用摄影师的日本一点小小的中国震撼。但另一边的山东舰作为我国第1艘国产航母，仿佛没什么存在感似的，从服役到现在，似乎是一直都没出过太远的门。其实真要说起2艘航母的繁忙程度，山东舰绝对是比辽宁舰要更加忙碌的。只不过这2艘航母的分配岗位不同，才让大家产生了一种错觉，只有辽宁舰每天忙忙碌碌，山东舰一直不见出门。细说这其中原因的话，主要还是辽宁舰被划分到北部战区活动，山东舰被划分到南部战区活动，而北海舰队距离御用摄影师日本十分近，因此每次辽宁舰从港口出发的时候，御用摄影师都会全程跟踪监视并大肆操作。再加上日本和我国之间的特殊关系，日本人又有比较严重的被迫害妄想症，辽宁舰想不引起人的注意力都不行。而山东舰所在的南海舰队，实际上这才是我国的主战场。除了美国隔三差五的就派几艘航母过来搞事情之外，其他西方国家也会混在一起，来上一次联合军演。特别是南海地区的那些小国，时常就要跳出来秀存在感，抱美国大腿当挂件。所以山东舰的对手除了美国之外，还有多个国家。不过这对手虽然多，但真正有存在感的也就只有美国。中美双方的军舰在南海产生对峙，美国可没那么多的闲工夫全程跟踪监视。就像之前山东舰的中英文双语向美军喊话，美航母最终也没坚持多久就主动撤出。美国只是负责在这搞事儿，不负责全程报道解放军。而周边那些小国，即便是想报道，也没那个能力。因此山东舰在新闻上出现的频率才明显不如辽宁舰。另外，山东舰这么低调，也和这艘航母还没形成实际战斗力有关。像美国的福特号航母，这艘美国海军最先进的航母，就是因为服役后还存在大量问题，好几年都没能形成实际战斗力，直到去年才完成首次实战部署。所以一直以来都十分低调，几乎没听说过这艘航母出海跑远门的消息。山东舰同样也是，由于这是我国的第1艘国产航母，再加上舰载机也是国产的，在很多领域上的经验都等于0，和辽宁舰大有不同。想要让这艘航母形成实际战斗力，就需要比掌握辽宁舰更长的时间。因此这段时间里，山东舰的主要任务都是以训练为主，不像辽宁舰是执行战备任务，
曝光率自然就不如辽宁舰。当然，山东舰的曝光和辽宁舰也有着很大的关系。根据前几天在网上曝光的照片可知，服役了有10年的辽宁舰，如今已有锈迹在身，进入了返厂维修的状态。现在这艘航母已经进入船厂进行中期修理。按中期维修所需时间来推算，辽宁舰在今年可能都很难再出航。这就意味着我国现在只有1艘山东舰航母可用，因此山东舰在这时自然成了绝对的主角。虽说山东舰现在还没有正式官宣具备了实际战斗力，但是从去年开始，这艘航母进行的大量实战化打击演练也能看出，山东舰其实已经具备了实战能力。现在只差和辽宁舰那样的一次前出深蓝战备部署，即可真正形成完整可靠、经得起校验的实际战斗力。